然后下面就是起降航点的一个设置了，就起降航线。然后这里起降角度，起降角度呢，它默认的是机头的方向。我们现在机头朝的是正北。然后比如说我这里给它一个角度，比如说30度，然后它机头是正北，然后它就会往右边顺时针，它是顺时针啊，顺时针偏30度。比如说我添加一个，看一下，它就这样偏30度，对。然后这个反向的，它这个反向呢，就是比如说我是从飞机起飞过后是到这边，从这边进入航线，然后它结束过后，比如说我飞机这个任务结束过后，它是在这边，这下面，然后我们就一般就会把反向勾选上，它回来的时候就会直接从这边回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种，它从这边起飞，然后从这边回去。然后下面起飞设置，就垂起高度，这个默认的是45米，然后引导高度50，引导距离180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垂起高度就是以多旋翼的方式飞到45米高，垂直起飞飞到45米高，然后就开始进行多旋翼到固定翼的一个转换。转换的时候，它会有一定程度的爬升，就会爬升到这里设置的50，就会从45米爬升到50。然后这转换过程，它会向前冲一段距离，就是这个引导距离。这个引导距离默认的是180。然后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就是这个垂起高度，这个垂起高度一般是不能高于引导高度的。然后这里它会有一个警告，比如说我这个高度高于它了，或者跟它相等了，它这边会有一个警告。我们这时候只需要把它这个高度降低一点，减下来。然后这边升降这里呢，盘旋爬升任务里面高度是200，但是我这里只有50米高，我直接往上飞的话，可能要飞很长一段，平飞的话，往上爬升可能要飞很长一段距离。但是我这里勾上盘旋爬升的话，它就会在那个点一直就盘旋上升，然后直到飞到这个高度为止。然后这里盘旋半径就是那个盘旋，它爬升的时候那个盘旋半径。返航保持高度200，就是我出任务点过后，比如说我这个任务结束过后我该返航的时候进入了第一个点的高度200米。然后这个盘旋降高就从这个返航保持高度降到90米，就以盘旋的方式降到90米。然后这个降落这个引导高度呢，就是在40米的时候，它就会切换成多旋翼，然后降下来。这个引导距离100米，就是从这里盘旋降高降到90米过后，这个90米的高度降到40米高度之间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距离100米。我们把这个参数设置好过后，让我们添加一下看一下。添加。